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cy 木瑶。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吸引力法则，真爱显化。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有点玄乎的真实故事，然后会教大家怎么样来操作。我自己用这个办法82天显化了我的老公，结婚到现在也有12年了，基本上我们都没有怎么吵过架。我学员里面也有很多用这个办法收获了自己的幸福。如果你也希望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可以获得理想爱人的话，这一篇说的方法一定要用起来哦。开始之前先点个赞，这样你可以快速的找到和收藏这一篇视频，以便你之后都可以更方便的找到它，查阅它。其实我发现网上90%说的运用吸引力法则去吸引正缘的方法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他们用的方法通常都是每天靠脑补，或者是大声念他的名字100遍这种来借此提升自己的频率，指望理想伴侣能够找上门。但是吸引力法则真的不能只是靠想。在开始说我所理解的吸引力法则、爱情显化和实操之前，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这个自己经历的有点离奇的故事。其实我在25岁之前都没有怎么谈过恋爱，所以这个事情其实真的蛮玄乎的。我12岁那年去青岛玩，青岛有一个崂山嘛，也是一座仙山，上面有很多道观。当时呢，在一个道观里面，有一位道长就把我拦住了，他跟我说，我觉得我们有仙缘，我想给你算一卦。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在25岁之前谈恋爱都不会成功，直到25岁你会遇到你的真命天子，然后你会结婚，随后你们都会往西方走。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刚刚上中学，年纪太小了，对于爱情这个事情就完全没有想过。所以那位道长跟我说完之后呀，我就完全把这个事情给忘了。后来我去北京念书工作，其实我也有努力的去认识一些男生去约会，但是就很奇怪确实都没有很长久的进行下去。一直到有一年春节，我在500强里面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被评上了销售经理。当时公司的上司都很开心，说我是集团里面最年轻的经理，要给我去庆祝。但是我却觉得只有事业的人生不是完整的。那一刻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寻找爱情了。结果从我有了这个想法开始计算，到了第28天，我妈妈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去见一个男生。我妈妈说，这个男生在德国工作，是一个科学家，研究的呢是比较前沿的神经科学，他的施工还拿过诺贝尔奖。这个男生后天就要回德国了，所以我妈让我立刻买火车票回家见他一面。这是一件特别疯狂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过年，放完年假从老家回到北京，刚过2天，但是我内心就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说去看一看。所以我就立刻买了第2天的 T65 的卧铺火车，现在这个火车已经没有了。我睡了一夜回到家，没想到见了之后呀，大家感觉非常的微妙，不是那种怦然心动，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内心很充实很完整的一种安全感。然后4个月之后我就裸辞去了德国，9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刚好25岁。当时我在公司的所有同事都不相信我这么快就把自己给嫁了，因为第一我当时做销售，每天都特别的忙，每周的工作日上班，周末我会去做 life coach 还有疗愈教练的副业，除了工作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约会拍拖，接触很多人。第二个呢，就是我的性格不是那种小鸟依人型，还是属于蛮强势蛮有个性的吧。当时我这么快结婚，我闺蜜还担心会不会我们彼此了解还不够，以后会出问题。可是其实我们基本上到现在12年也没怎么吵过闹过。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的每一个想法，我的老公都会双手支持。直到后来我再回想起来12岁的时候见到那个道长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蛮神奇的不过你说这是注定的缘分吧，我觉得也不是尽然。因为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其实并没有在被动的等待爱情，也没有光靠想象，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行动我这里要说的积极行动不是教你怎么样去追男生因为爱情不是你追寻来的，而是被你吸引来的。听完这个故事，下面我们就要来说具体的操作了。别忘了点个赞，让自己也可以来一起分享这个爱情的好运所以吸引力法则显化爱情的精髓是什么呢？其实只有2点。第一点就是我老公曾经的一句回答，
我当时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说你见了我第一面就是认定觉得非我不可？他回答说，因为我们见面的那天，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自信，激活了我大脑中的所有多巴胺和化学物质，强烈的想要和你建立连接。理工男说话可能就真的是这么无趣好多这种听也听不懂的词，但是其实他说的正是吸引力法则中的同频。吸引力法则其实是一种能量振动的法则。霍金斯的能量表格，我想很多人都见过。当你处在一种高频的能量当中，你就会激发同样高能的人被你吸引，给予你回应。所以如果你希望吸引到一些比较优质的人，优质的桃花，其实你是需要去保持一种最好的状态和心态，让自己处在高频的能量之中。你的关注点一定是在内心和大脑上，而不是浮于表面的梳妆打扮上。那第二点精髓就是共振。当你靠同频吸引到优质桃花的时候，很多人在恋爱中就容易失去自我，会变得特别的依赖对方，尤其是女生。结局就是很好的姻缘你没有 hold 住，因为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你是没有办法达到一种共振的状态。还是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和我的老公认识之后，他第二天就飞回了德国，之后我们一直都是两地分开的状态。虽然每天我们都会保持联系，去煲电话粥，但是我依然每天都在努力的工作，不断的充电学习，提升自我，过自己的生活，也靠着我的主业和副业过着还不错的日子。当然了，我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除了他之外，我会每天去弹古琴、冥想、修行。换言之，我独立而快乐，保持着一种持续的高能，并没有说因为恋爱而失去自我。其实当时真的有一个朋友问过我说 Stacy， 你觉不觉得自己会不会配不上他？我说我完全没有这个念头呀。虽然说我也是名校毕业但是我其实只是一个本科，而他呢是全德的名校 FATH 亚琛工大博士毕业，在国际上人脑研究硕果累累，还拿过什么荣誉勋章。但我会觉得你很好，可是我也不差呀。即便最终一个人选择离开，我也丝毫不会害怕，因为我真的是足够独立，我的内心和能力都足够强大。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自在的丰盛感。一段好的恋爱关系，好的婚姻关系，一定是独立而亲密，自由而有交集，达到一种共同成长、互相成就、持续共振的状态。所以如果你想要吸引到你的完美伴侣，最需要明白的就是吸引力法则其实是一种精神的觉醒，而物质的显化都是觉醒路上的附加品。一切境皆是心境，万物都是心念所化。当你正确的理解了同频和共振，你的正缘就已经在走向你的途中了。所以现在你明白了这两点精髓，下面呢就是要去聊一聊我们要如何去操作。这里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3步法，非常的简单。具体的运用吸引力法则去吸引爱情，我一共做了3件事，其中最后一件我觉得最重要。第一件事情，列举，列出我想要的另一半所拥有的内在特质和外在特质。比如当时我写的是内在特质，他要温柔、上进、孝顺、忠诚，要有才华。外在特质我写的是身高、健壮、英俊。需要注意的是在写这些特质的时候，请你尽量的实际，不要太过于幻想主义或者是理想化对方。因为我以前真的有一个朋友，他写的特质是欧洲小国的王子或王储，那么这样的特质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可能不过实现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要知道我们的目的是找一个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所以说尽量的不要太离谱第二件事情，可视化，在脑海中描绘你的完美伴侣的样子，感受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会听到一些什么，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把这些特质在可视化中去一一的验证。通过可视化，你会发现有一些我们最初列的特质给我们的感触并不是非常的强烈，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删掉或者是替换掉，最后只留下来我们觉得最重要的3个特质，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加起来一共3条。还是以我自己为例首先我会去可视化一下他大概
长的样子、这个身高、身形，然后我会去可视化我和这个人一起去旅行。我们选择的地方是风景优美、灵性能量又很足的夏威夷，在那里我们一起在海边散步，一起在棕榈树下冥想，一起享受美食。我们会听到海鸥的歌声，伴随着浪花拍打礁石的声响，空气中是咸咸的海风和甜甜的浪漫。然后这个时候场域搭建好了，我会带入那些我列出的特质，去想象每一个特质可能会带来什么故事或者是什么话题，然后去创建与那个话题相关的场景。比如孝顺，那我可能创建的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给父母打 video call， 去分享我们的喜悦。这个时候要注意哦，你需要用心去感受这些场景所带给你的感触强度。你会很容易的发现，有一些特质的场景一出来啊，你的内心就充满了喜悦，充斥着那种能量感。这些啊，就是你内心真正所期待的特质哦。第3件事情，成长。这一步极其重要，把我们最终筛选出的那些特质当做我们自己的目标，让自己去学习并且拥有这些特质。除了身高这种没有办法的特质，其他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去达成。别忘了我们反复强调的吸引力法则的要点是同频共振。所以如果你自己的频率是那种比较低的，不喜欢运动，整个人都比较消极，你又怎么会吸引到那些热爱打篮球、笑起来像夏天的阳光一样灿烂的男生呢？当你把自己努力的打造成你想象中的自我的时候，你就会吸引到同样具有这些特质的人啦。OK， 显化爱情的秘密都交给你咯。你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呢？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也欢迎点赞以及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他们也可以和你一起成长。如果你对于科学和灵性的新思维话题，尤其是吸引力法则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关注我，并且打开小铃铛。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喽。